全村拆迁，唯独我家不在名单上。邻居幸灾乐祸，我却一眼看出商机，果断砸钱改造老宅。高速通车后，我家因紧邻出口，一举成为最赚钱的服务区。邻居只能攥着死钱，眼红我的活金。拆迁名单公布那天，村里所有人都早早挤在了村口。村长站在木凳上，拿着红喇叭念拆迁名单，一个个名字念过，一笔笔巨款落袋。我爹娘的脸从期待紧张，再到绝望，直到整个名单念完，也没有我何谓的名字。全村欢呼过后，目光齐刷刷定在我家破院上。村长王琦像感受不到现场微妙的氛围一样，乐呵呵地喊我过去，向我摊开那张巨大的高速规划图，红线像刀划开村子。我家恰好在圈外，就差3米，天堂地狱一步之隔。邻居王婶轻蔑地说我没福气，父母当场红了眼，母亲扶着门框几乎要摔倒。我盯着图纸，看到高速出口就在附近，一个念头在心底炸开，这是天赐商机。我没辩解，没哭闹，转身回院舀水，身后全是幸灾乐祸，说我已经傻掉。我没理会，完整计划在脑中迅速成型。那晚全家无一人吃得下饭，母亲坐在炕边哭，怨命运不公；父亲蹲在地上抽烟，愁得说不出话。他们想不通，全村暴富，为什么独独漏掉我家？我放下碗筷，平静说要去银行取钱。父母愣住，不知道我要做什么。我说我要取出打工10年攒下的40万积蓄，用这笔钱翻新老宅。父母当场炸锅，骂我疯了，脑子糊涂。全村都搬去城里，我却花钱修破房。二大爷闻讯赶来，假意劝我回头，明里暗里表示想用低价5万买下我家宅基地。父母被说动，觉得5万总比一文不值强。我当场拒绝，明确表示房子不卖还要大修。二大爷脸色骤变，放话说我一定血本无归。我没解释，只让父母信我一次。父母无奈叹息，只能由我一意孤行。他们不懂，我看到的是长远现金流。次日清晨，我坐首班车赶往县城，银行9点开门，我在门口坐等盘算。高速出口300米就是我家的黄金位置。货车司机要吃饭、休息、加水，私家车要如厕、就餐、短暂休整。这是全村人都看不见的巨大商机。他们只盯一次性拆迁款，我看长久收益。我取完40万现金，直奔设计公司。设计师钱力起初不愿接农村小活，我报出30万全包预算，他立马换成热情的嘴脸。我不讲风格，只讲功能，拿出草图，院子全硬化，做能停几10辆车的停车场。东厢改大餐厅，能摆10桌，明亮干净。西厢做厨房仓库，后厨全透明可视化。主屋分2半，一半客房，一半公共厕所。钱力惊呆，从没见过如此改造住宅。我点了点草图，说2年后这里有高速出口。钱力瞬间看懂了布局，他不禁出声敬佩我的远见，随即爽快地接下工程，签合同付定金。我背着余款赶末班车回村。父亲来电说全村都在我家门口看笑话，王婶带人堵门，到处传我受刺激发疯装修。我只让父亲转告，次日正式动工。我到家时，院门口围满看热闹的人，王婶站在最前面，唾沫横飞骂我败家。他当众嘲讽，说我把血汗钱往水里扔。父母羞愧难当，母亲哭着求我停工。我平静告知，合同已签，定金不退。王婶继续煽风点火，劝我及时止损。我直视王婶，表明花自己钱与他人无关。我逐客，让众人离开，别再指指点点。众人无趣散去，王婶仍在门外叫嚣。我关上大门，把所有嘲讽隔绝在外。母亲崩溃大哭，觉得全家在村无立足之地。父亲沉默，眼神里满是失望与不解。我安抚父母，让他们静待结果。次日天未亮，挖掘机与施工队抵达家门口，轰隆一声，就院墙应声倒塌，尘土飞扬，全村再次围观，都说我疯得无可救药。我站在废墟前，知道从此没有回头路。我要把破院改成全村最赚钱的地方。推倒院墙只是开始，工地日夜不停，电钻、切割。推倒院墙只是开始，工地日夜不停，电钻、切割。敲击声从早响到晚，院子地面全挖开，铺钢筋水泥做停车场，厢房隔断全拆除，重塑大空间格局。村民每日围观，把我家当笑话取乐。谣言四起，说我输了钱，信了传销，患了疯病。父母承受不住流言，母亲急得病倒，她躺炕上不吃不喝，求我停工收手。我知道停下就是满盘皆输，沦为笑柄。我为母亲喝粥，承诺再忍忍就会好转。二大爷再次上门，提着礼品假意探望，他劝我为父母着想，别再固执折腾。我礼貌送客，明确不会改变计划。看着二大爷气急败坏离去，我心里毫无波澜。众人眼光短浅，只看脚下3尺土地。我早已望向那条即将通车的高速公路，那是我翻盘的唯一希望，绝不能放弃。村民明面上不敢再挑衅，王婶不再堵门，路人只敢远远观望。工地进度加快，钱力全程监工保质量。我心知全程监工保质量，我心知案件难防，他们不会善罢甘休。1周后，工地突然停水停电，全面停工。我检查发现，仅我家被断水断电，全村只有我家如此，明显是人为刁难。我直奔村委会，找村长王琦对峙。王琦假意推脱，称线路老化，水压不足。他明说维修需1年半载，故意拖延。门外传来王婶等人窃笑，葬王琦府邸抽薪。我没争吵，没哀求，转身离开村委会。我向镇上供电所实名投诉了王琦的滥用职权，但等上面派调查组和维修队下来，起码得好几天，工程等不起人。我当即决定
自己买发电机，自己打井，不靠村里水电，自给自足继续施工。这是被逼无奈，也是破局的唯一办法。大功率柴油发电机次日运到，轰鸣开工，打井队进驻院子，钻探地下水源，2项额外支出花掉近5万预算。母亲心疼邮费，整日忧心忡忡。父亲沉默许久，首次问我钱够不够，我如实告知。父亲沉默许久，首次问我钱够不够，我如实告知。资金链已绷到最紧，父亲决定去拆迁办申请噪音粉尘补偿。他用自己的方式默默支持我的决定。我劝阻父亲不想再与村民产生争执，我们唯一出路就是尽快完工开业赚钱。父亲看着我，眼神从失望转为信任，他点头，选择全力相信我的判断。自备水电后，工地速度一日千里，30米深处打出甘甜地下水，水量充足。1个月后主体封顶，建筑外观朴实实用。村民嘲笑说我花30万盖出怪物仓库，他们不懂，实用才是服务区的核心价值。封顶后进入装修，每一分钱都如流水，墙面、地砖、门窗、设备，处处烧钱。银行卡余额飞速下降，父母省吃俭用。我表面镇定，内心深知已干尽良绝。二大爷再次登门，拎着好酒假意道歉。他猛夸我有远见，实则想把控供应链。他提出让亲戚给我供货，坐地起价垄断。我一眼看穿诡计，委婉拒绝他的好意。二大爷脸色转阴，暗自记恨，准备使坏。装修完工时，村里拆迁户全部搬离，偌大村庄只剩我家一栋建筑孤零零矗立。王婶带人最后来看，嘲讽我店必倒闭。他放话，我开业后连苍蝇都不会飞来。我没理会，清空所有资金，准备开业。40万花光，卡里仅剩不到3000块。餐厅空空荡荡，没有桌椅，没有餐具，也没有食材。我开就3轮，直奔县城二手市场，2000块买回10套半旧桌椅，擦洗干净可用；300块收来2手不锈钢餐具，刷净光亮；最后几百块买红布与金纸做招牌。母亲在厨房炖菜，父亲打理院子，全家齐心为最后开业做准备。我连夜制作招牌，红底金字简单直接，特色农家乐，如厕2块，加水10块，没有花哨装饰，只有最直白的服务。天亮后，我把招牌挂在最显眼位置，站在空旷停车场，望向高速方向，万事俱备，只等高速通车的东风。方向，万事俱备，只等高速通车的东风。父母站在门口，与我一同静待希望降临。等待通车的日子，每一秒都煎熬。新闻只报模糊月份，无确切通车时间。我们每日早起打扫，烧好开水坐等。从早到晚，路口空无一人，只有野狗路过。母亲嘴上起泡，担心出口变更规划。父亲眉头紧锁，强装镇定安慰家人。我每日检查设备，盘算柴油能撑几天。终于，县里广播播报高速正式通车。父母瞬间僵住，烟袋掉落，双手紧握。我们站在门口，死死盯着高速出口方向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迟迟没有车辆下来。王婶的嘲讽像魔咒在我脑中盘旋。父母面色凝重，绝望一点点笼罩全家。就在快要放弃时，远处出现一辆红色大货车，货车缓缓驶下匝道，停在我家院子门口。司机下车询问能否吃饭，如厕。我强压激动，点头应答，指引方向。母亲飞速下厨，端上热气腾腾的红烧肉面。司机狼吞虎咽，连夸方向。母亲飞速下厨，端上热气腾腾的红烧肉面。司机狼吞虎咽，连夸饭菜实在划算。我攥着30块营收，双手微微颤抖。这30块比200万拆迁款更有分量。它证明我的选择从头到尾都没有错。第一辆货车带来连锁反应，车流接踵而至，同车队货车陆续驶下，就餐、加水、如厕。父亲负责引导停车，给货车加水。母亲在厨房连轴转，拿手菜轮番上桌。我负责点单、上菜、收银，忙得脚不沾地。停车场很快停满，餐厅10桌全部坐满，天南地北的客人，满院烟火气与谈笑声。营收从几十到几百，再到上千，沉甸甸安心。就在忙碌时，前村长王琦开车停在门口。他从未想过我家能如此火爆赚钱。王琦下车走进餐厅，神色尴尬不自然。我像对待普通客人，平静招呼他入座。结账时，王琦想道歉解释，被我直接打断。我不收歉意，只收饭钱，平静送客。过去的刁难与嘲讽，此刻都已无关紧要。王琦着那2枚硬币，站在原地，面色凝重。他最终一言不发，转身落寞离去。我看着他钻进那辆老旧桑塔纳，像逃一般驶离。我爹彻底转型，成了停车场管理员与加水工。他身着蓝色工装，持写字板熟练指挥车辆。我娘身兼大厨与财务，守着灶台颠勺，游刃有余。空闲时，他带老花镜，一笔一画记录每日流水。一家3口如精密齿轮，撑起这片小小的商业天地。每日营业额稳定在3000至5000，刨去成本利润可观。短短半个月，我便赚回发电机与打井的全部投入。我成功的消息飞速传到县城何家村拆迁户耳中。起初无人相信，只当是无稽之谈。他们质疑我那偏僻之地根本不可能有人光顾，他们嘲讽日入数千不过是我自吹自擂的谎言。直到有人目睹我批量采购食材，远房亲戚亲眼见证火爆，何家村拆迁户的群聊彻底炸开了锅。亲眼所见的盛况击碎了所有人的侥幸与质疑。
那些曾嘲讽我的人集体陷入沉默。王婶坐在120平的新房里，听闻消息后心神大乱，嫉妒如毒蛇啃噬着他的心脏，让他面色凝重。他想不通，被全村抛弃的我为何能彻底翻身？他不甘，我们守着旧院风吹日晒，竟比他更风光。他坚信这一切是骗局，是我找人演的戏码。他决意亲自前往，戳穿我的谎言，将我打回原形。他在群里煽动老姐妹一同回村一探究竟。次日清晨，王婶带队5名妇人包车直奔何家村。出租车停在村口，眼前是熟悉又陌生的废墟，唯有一条土路通向我家那栋显眼的建筑。远远望去，停车场停满车辆，餐厅客人络绎不绝。我爹指挥车辆，我穿梭上菜，红底金字招牌格外刺眼。所有怀疑与侥幸被现实狠狠击碎。王婶呆立原地，面色凝重，精心妆容也掩不住狼狈。她引以为傲的拆迁款与新房，在我的生意面前形同笑话。她只觉脸颊火辣辣，比当众挨耳光还要难堪。王婶不甘心，咬牙带队朝服务区走去，其余妇人紧随其后，试图摆出城里人的优越感。可往来客人与司机无人留意他们的存在，他们的虚荣心在此地毫无立足之地。踏入餐厅，饭菜香气与人声鼎沸扑面而来，10张餐桌反复翻台，依旧座无虚席，地面洁净无油污，桌椅锃亮，碗筷摆放整齐。我娘身着围裙算账，笑容和善又满足，一切井井有条，满是生机与活力。王婶试图找茬挑刺，却发现根本无从下手。她瞥见墙上菜价，清晰公道，比县城饭馆更实惠。她酸溜溜嘀咕便宜没好货，却被司机当场反驳。司机直言菜品分量足，味道正，食材品质上乘。另有司机夸赞厕所干净，收费良心，远超高速服务区。王婶面色凝重，窘迫到了极点。我爹撞见他们，眼神平静无波，仅点头示意。他忙于生计，对闲人毫无在意，这份无视更伤人。王婶顿觉自己像透明人，跳梁小丑，难以忍受。他高声呼喊我的名字，试图挑起争端。我擦手走近，语气平淡询问他有何事。王婶指责我发达后摆谱，无视老邻居的到访。我坦言生意繁忙，无暇顾及，并非有意怠慢。他拔高音量，道德绑架我，要求请客喝水吃饭。同行妇人附和，指责我发达忘本。我淡然回应，吃饭可就坐，喝水可自行取用。我明确表示，小本生意不赊欠，不请客，规矩分明。周围客人闻声看来，目光带着看热闹的意味。王婶脸色凝重，没料到我丝毫不留情面，她气得浑身发抖，言语都变得结巴。关键时刻，二大爷慢悠悠现身，试图调和场面。他身着新衣，头发油亮，显然是闻讯赶来。二大爷扫视餐厅，眼中满是贪婪与算计。他凑近我，故作亲热，标榜自己一直看好我，全然忘记当初曾想用5万块骗我的宅基地。二大爷假意安抚王婶，转头便向我打探供货渠道，想让亲戚介入供货，妄图分一杯羹。他的狐狸尾巴在利益面前暴露无遗。我看着二大爷精明算计的脸，只觉无比可笑。事到如今，他仍以为我是任他拿捏的晚辈。我客气避开他的触碰，婉拒他的所谓好意。我告知他人手充足，无需额外帮忙。我明确表示已有稳定供应商，谢绝他亲戚的介入。我的拒绝直白干脆，不留丝毫转圜余地。二大爷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，神色几度变幻。他试图以长辈身份说教，劝我多留后路，广结人脉。我点头应和，却坚定表示自己的路自己走。说完，我转身接待客人，用忙碌筑起无形的屏障。二大爷与王婶等人彻底沦为局外人。王婶盯着我手中的零钱，眼红到了极致。二大爷看着往来客人，心疼如自己丢钱。他们浑身不自在，狼狈不堪，最终灰溜溜离去。这场闹剧落幕，服务区重回忙碌正轨。可此事如炸弹，在何家村拆迁户中彻底引爆。王婶等人回去后，大肆宣扬我的六亲不认，但这一次附和他们的人寥寥无几，更多人私下议论我的日收入远超想象。他们算出我月入可达10几万，一年便超拆迁款。他们幡然醒悟，拆迁款是死钱，花一分少一分，我的生意是活钱，源源不断，是下金蛋的鸡。他们开始后悔当初不该嘲讽我，如今想沾光都无门。他们自嘲捡了芝麻丢西瓜，沦为天底下最傻的人。后悔与失落的情绪如瘟一般在人群中蔓延。他们手握拆迁款，住着新房，却再也开心不起来。曾经的天文数字在我的生意面前黯然失色。他们因短事互相埋怨，夫妻争吵，邻里失和。因拆迁团结的何家村人首次出现无法弥补的裂痕。这一切早已与我无关。夜里10点，送走最后一批客人，我拉下卷帘门，世界瞬间安静，只剩一家人的疲惫与欣慰。我爹垂着僵硬的腰，尽显连日忙碌的辛劳。我娘在柜台后借着灯光兴奋清点当日营收，一沓沓现金堆成小山。她声音颤抖着报出数额，当日营收6000多，是老两口一年都攒不下的积蓄。我爹凑上前，看着钱堆，笑得像个孩童。我为父母倒上热水，轻声道一句辛苦了。父母连连摆手，直言看着生意便浑身是劲。我娘满眼歉意与骄傲，为当初的不信任致歉。我笑着宽慰，
过往一切都已烟消云散。我走到门口，推开小窗，夜风微凉，却让人头脑清醒。远处高速车灯连成光河，奔流不息，满是商机。我深知这个小服务区仅仅是我的起点，光河里藏着无数机遇，等着我去开拓更广阔的未来。我的商业帝国才刚刚拉开序幕，生意愈发火爆，一家三口的忙碌也达到极限。我爹天不亮便起床，检查车场，打扫院落；我娘扎根厨房，不断研究新菜品，提升口味。我每日驾车赴县城采购，一车车物资运回服务区。我们如同高速运转的机器，几乎没有停歇时刻。我购置小冰柜存放肉类，花二手50之光用于采购。这辆2万块的小货车，在村民眼中胜过豪车。他们清楚，这是我1个多月挣来的成果，这比200万拆迁款更让他们震撼与失衡。拆迁款是死钱，我的收入是活钱，越滚越多。这种认知转变让拆迁户们陷入恐慌与悔恨，他们不再炫耀新房，不再谈论旅游，群聊死气沉沉。直到深夜，一阵急促砸门声打破了这份死寂，呼喊声带着哭腔与绝望，直呼我的名字求救。我与父亲对视，心中警惕，透过猫眼查看门外。门外是何老三，曾经跟风嘲讽我最凶的人之一。我打开门，简洁询问发生了何事。何老三扑上来抓住我的胳膊，哀求我救他的儿子。他儿子高烧抽搐，县城偏僻，深夜根本叫不到车。他四处求助无人理会，情急之下想到了我，想到我这个每日车流不断的服务区，唯有此处能求助。我没有多余废话，直接询问孩子所在位置。他告知孩子在家，由妻子照看，情况万分危急。我让他原地等候，转身走向停车场的货车。场内停着10余辆大货车，司机大多在驾驶室休息。我敲响常客老王的车窗，他是豪爽仗义的山东大汉。老王被叫醒，听闻情况后，二话不说发动车辆。我喊何老三上车，递上200块油钱，被老王婉拒。老王直言救人要紧，一脚油门驶向县城医院。我站在原地，看着远去车灯，内心毫无波澜。救人是道义，与过往恩怨毫无关联。次日，我正在后厨盘点，何老三提着礼品登门，他还拿着厚红包，见到我便眼中泛着水光，连连致谢。他直言若不是我，儿子便会遇险，医生称晚半小时便危险。他执意要我收下红包，当作救命之恩的答谢。我将红包推回，坦言钱不能收，车是老王师傅的。我告知他要谢便谢老王，我只是搭了把手，不能收，车是老王师傅的。我告知他要谢便谢老王，我只是搭了把手。何老三愣住，看向我的眼神满是感激、愧疚与敬畏。他不再坚持，放下礼品，千恩万谢后离去。此事迅速在村民群传开，引发新一轮热议。有人称何老三遇到贵人，有人赞我仗义不计前嫌，有人感慨城里新房虽好，遇事却叫天不应。他们怀念乡村邻里户主，却忘了是自己推开了我。他们不敢想，若我记仇不开门，后果会有多严重。后怕的情绪笼罩在每一个拆迁户心头。他们首次意识到，自己失去的不只是发财机会，更是失去了这片土地上最后的依靠与温暖。何老三一事让我成了村民口中的大善人，不少远亲旁敲侧击，想把孩子送来我这里打工。对于这类请求，我一概委婉拒绝。我清楚，一旦开了人情口子，麻烦便会接踵而至。我的商业帝国必须坚守纯粹的商业规则，绝不能被亲情与乡情绑架，沦为人情的牺牲品。我的不近人情惹怒了不少人。二大爷反应最激烈，他认为我能帮何老三，就该给他长辈面子。他想掌控供货渠道，获取丰厚利润，被我再次拒绝。得知我与大型配送公司签长期合同后，他彻底恼羞成怒。他堵在我家门口，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。他放狠话，称我翅膀硬了六亲不认，别人也能做这生意。他扬言自有发财路，无需依附我。随后愤然离去。几天后，距我服务区500米的路边出现简易窝棚，窝棚由石棉瓦与油毡搭建，挂着农家饭的简陋招牌。二大爷竟效仿我，开了一家山寨版服务区。他摆桌椅，设开水桶，砌简易厕所，妄图低价抢客。他将菜品定价，每样比我便宜2-3块，幻想一次取胜。他把一切想得太过简单，完全不懂司机的核心需求。长途司机最看重安全、方便与舒适，而非几块钱差价。我有硬化专人看管的停车场，司机可安心停车休息。二大爷那是泥地，车辆停放不便，毫无安全保障。我有干净卫生的餐厅与厕所，体验感拉不便，毫无安全保障。我有干净卫生的餐厅与厕所，体验感拉满。他那里苍蝇乱飞，厕所臭气熏天，环境恶劣至极。开业首日，除了少数贪便宜的司机，几乎无人光顾。而我的服务区依旧车水马龙，座无虚席。司机们路过他的窝棚，仅轻蔑一瞥，便直奔我这里。他们吐槽窝棚像难民营，山寨货毫无可信度。二大爷的低价策略彻底宣告失败，正面竞争无果，他便开始在背后使阴招。窝棚开业失败第3天，货车司机群里出现恶意谣言，谣言称我的服务区出现食物中毒，吃死人，老板被抓。谣言图文并茂，伪造我被戴手铐的照片，有鼻子有眼。我看到朋友转发的信息，眼神瞬间变冷。幕后黑手是谁？我心中一清二楚，唯有王婶做得出来。他见二大爷失败，便想用谣言毁掉我的名声与生意。谣言迅速发酵，次日到店车辆锐减1/3。熟客司机见到我，眼神躲闪，
满是怀疑。我爹急得嘴上起泡，焦躁不安，不知如何应对。他催促我尽快澄清，否则生意会彻底垮掉。我反问，逐一解释没人会信，报案也很难快速取证，网络谣言追责困难，等查清时，损失早已无法挽回。我爹急得团团转，却无计可施，只能干着急。我放下账本，走到餐厅门口，观察徘徊的车辆。我心中已有对策，对付流言最好的方式是用事实击破。我找出大红纸，提笔写下郑重承诺，贴在最显眼处。承诺食材由正规公司专供，票据齐全，假一法百。承诺厨房24小时开放，欢迎顾客随时监督检查。承诺全场8折优惠，赠送例汤，回馈新老顾客。承诺已委托律师取证，追究造谣者的全部法律责任。这份声明如重磅炸弹，瞬间打消司机们的疑虑。敢开放后厨接受监督的饭店，根本不可能有问题。叠加优惠与赠品，胆大的司机率先进店消费。有人真的走进后厨，看到整洁灶台与新鲜食材，看到我娘规范的烹饪过程，所有怀疑新鲜食材，看到我娘规范的烹饪过程，所有怀疑彻底消散。他们向外宣传，后厨干净程度远超自家厨房，消息快速传播，不到半小时，生意恢复，甚至更火爆。不少司机专程赶来，只为参观透明后厨。参观后吃得放心，对我的魄力与坦荡多了几分敬佩。谣言不攻自破，我反而因祸得福，完成最佳营销。路边窝棚里，二大爷看着我这边的长队，脸色漆黑。县城里，王婶看到后厨实拍，气得当场摔碎手机。他们费尽心机，却一次次成为我成功的垫脚石。谣言风波过后，我的生意进入前所未有的爆发期。透明厨房，老板敞亮，成了我最响亮的活招牌。每日营业额轻松破万，钱财如潮水般涌入账户。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，一家3口以严重超负荷运转。我爹腰疼并复发，每晚都要贴膏药缓解疼痛。我娘累得无力说话，数次在灶台前险些晕倒。我也瘦了10几斤，每日睡眠不足4小时，身心俱疲。这样的状态无法持续。招人瘦了10几斤，每日睡眠不足4小时，身心俱疲。这样的状态无法持续。招人成为唯一的解决办法。我将想法告知父母，他们毫不犹豫表示赞同。他们直言，再累垮身体，挣再多钱也毫无意义。我娘担忧招人难，想找知根知底、靠谱可靠的人。她清楚，村里那些人绝不能用，引狼入室，后患无穷。我安抚母亲，直言已有合适人选，无需担忧。次日，我在县城招聘网站与劳务市场发布信息，我招聘厨师1名，服务员2名，洗碗工1名。我开出的薪资在县城属于顶尖水平，包吃包住。厨师月薪8000，服务员与洗碗工月薪4000，待遇优厚。招聘信息发布后，咨询电话打爆，应聘者络绎不绝。我花一整天面试20余人，最终敲定4名合适人选。刘师傅40、50岁，有20年大饭店从业经验，厨艺精湛。他因与老板矛盾离职，一手地道御菜堪称一绝。2名服务员是卫校毕业生，手脚麻利，模样清秀。洗碗工是乡下大姐，老实本分，干活利索，让人放心。我将2楼简单装修，隔出员工宿舍，解决住宿问题。专业团队入驻后，服务区的运营面貌焕然一新。刘师傅的厨艺让我娘彻底从灶台前解放出来。他厨艺好，出菜快，一人能抵2人的工作量。2名小姑娘身着统一工装，嘴甜腿勤，打理餐厅井井有条。洗碗大姐默默承担脏活累活，毫无怨言。我父母终于得以歇息，不用再承受繁重劳作。我爹成为监工，每日溜达，与熟识司机聊天放松。我娘成为财务总监，专心算账，笑容日益灿烂。我也从服务琐事中解脱，专心规划未来的发展方向。我设立总经理办公室，拥有了专属的办公空间。这番变化再次刺激到何家村的拆迁户们，他们听闻我开出的高薪，直言我有钱乱花，疯癫败家。他们计算月薪支出，质疑我无法承担如此高的成本。可得知我招人后生意更火，日流水超15000，他们再次沉默。他们的心态彻底崩塌。日流水超15000，他们再次沉默。他们的心态彻底崩塌，曾经的骄傲荡然无存。200万拆迁款在他们眼中已变得一文不值。有人开始后悔，直言当初搞好关系，打工也比闲着强。他们将过错推给王婶与2大爷，埋怨2人煽风点火。王婶与2大爷的日子同样过得凄惨不堪。王婶儿子沉迷网络，偷偷输掉20万拆迁款。王婶得知后气急中风，抢救后留下嘴歪眼斜的后遗症。2大爷的山寨服务区支撑不到1个月便彻底倒闭。他不仅分文未赚，还赔光搭建与采购的几千块本钱。我驾车去县城采购，路过废墟时撞见2大爷变卖废品。他的破旧桌椅厨具仅被收废品者出价50块，他捏着皱巴巴的50元，佝偻背影在夕阳下格外凄凉。他看到我的车，四目相对，眼中再无算计与贪婪，只剩无尽的悔恨与绝望，像犯错的孩子般低下头。我没有停车，甚至没有减速，一脚油门疾驰而过。我将何家村的旧时代彻底甩在了身后。时间飞逝，转眼便到了年底。北风呼啸，天寒地冻，我的服务区内却暖意融融，暖气充足，一片热火朝天。司机与旅客在此歇脚吃饭，驱散一身的寒冷疲惫。经过数月运营，河尾服务区在高速路段彻底打响名气，干净、实惠、味好，老板敞亮，是司机们的一致评价。生意稳定后，
我彻底让父母脱离繁重的工作，我为他们报名豪华旅游团，送他们去南方温暖过冬。起初父母坚决不同意，觉得浪费钱，想留钱给我娶亲。我将机票与订单摆在面前，直言自己有能力挣钱。我劝说父母辛苦一辈子，理应享受生活，无需操心钱财。最终父母半推半就，首次坐上飞机，满是新奇与骄傲。送走父母，服务区的所有事务都由我一人全权负责。好在团队专业给力，各项工作推进有序，无需我过度操劳。临近春节，我决定给员工一份惊喜，犒劳连日辛苦。腊月28，我驾车前往县城，犒劳连日辛苦。腊月28，我驾车前往县城银行办理取现业务。大堂经理远远望见，满脸笑容迎上，引我至 VIP 室。他热情奉茶，待遇与当初我背现金时天差地别。我告知取现20万现金，经理毫无多问，迅速安排。他清楚20万对如今的我而言只是几日流水。4捆崭新现金摆在面前，我心中感慨万千。大半年前，我取尽10年积蓄，赌一个未知的未来。如今，我取利润分红，犒劳一同奋斗的员工伙伴。我装好钱，婉拒经理派车相送，独自驾车返回服务区。当晚，我召集全体员工开会，宣布年终福利事宜。员工们不明所以，安静坐在餐厅等待我的发言。我先感谢大家的辛苦付出，随后将装钱的包放在桌上。我直言，跟随我打拼，我绝不会亏待任何一个人。我拉开包链，将一沓沓现金取出，堆在桌面。我告知众人，这是专属他们的年终奖，按劳分配。所有人瞬间惊呆，盯着钱堆，满眼不可置信。是专属他们的年终奖，按劳分配。所有人瞬间惊呆，盯着钱堆，满眼不可置信。我将最大的5万块推给工程刘师傅，感谢他的付出。刘师傅手发抖，眼圈泛红，半天说不出一句感激的话。我将2万块分别递给2名服务员，叮嘱他们孝敬父母。2个小姑娘捂嘴落泪，激动得浑身颤抖，连连点头。我将1万块递给洗碗大姐，劝慰她收下，明年福利更优。孙大姐连连摆手推辞，直言数额太多，不敢接受。我强行将钱塞到她手中，强调这是她应得的酬劳。发完年终奖，我宣布春节带薪休假，时长9天。餐厅内瞬间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与掌声，久久不息。刘师傅红着眼承诺，过完年必定返回，继续跟随我打拼。2名小姑娘与孙大姐也纷纷表态，年后准时到岗。我笑着回应，静待大家归来，共启新一年的征程。当晚发年终奖的消息通过员工传遍大街小巷，消息也一字不差传到何家村拆迁户的群聊之中。众人得知厨师年终奖5万，众人得知厨师年终奖5万，服务员2万，洗碗工1万。他们震惊于我一次性发放10几万现金，远超想象。这比听闻我日入过万更让他们感到震撼与刺痛。他们的拆迁款经消耗，大多仅剩20-30万存款，我随手发放的奖金便抵得上他们一半的积蓄。这样的对比，残忍又现实，狠狠刺痛他们的内心。悔恨与嫉妒如毒草在他们心中疯狂滋生蔓延。他们自责当初瞎了眼，守着死钱，放弃金山银山。他们自嘲是天底下最大的傻子。群内满是哀嚎与叹息。此时被我救子的何老三在群内发布长文致歉，他直言埋怨无用，路是自己选的，当初对我太过刻薄。他称我是儿子的救命恩人，全村人都欠我一个道歉。他宣布次日登门致歉，询问是否有人愿意一同前往。何老三的话让群内陷入死寂，众人内心挣扎不已。道歉拉不下脸面，不道歉内心愧疚难安。长久沉默后，越来越多的人响应，决定一同致歉。那个寒冷的冬夜，何家村拆迁户做出迟到太久的决定。次日上午，服务区挂上春节放假的牌子，格外清静。员工们已拿着奖金返乡，我独自留下打扫盘点。我正擦拭玻璃时，多辆汽车浩浩荡荡驶入停车场，车门打开，10几名熟悉的村民依次下车，神色局促。何老三走在最前方，身后是长辈、同辈与曾经嘲讽我的妇人，他们手提年货，低头不敢看我，满是尴尬与愧疚。我放下抹布，平静看着他们，询问此行的目的。何老三深吸一口气，上前一步，对着我深深鞠躬。他代表众人致歉，为当初的嘲讽与打压诚恳认错。身后所有人一同弯腰，异口同声说出对不起，声音颤抖。若在半年前，我会觉得解气，会感到无比痛快，可此刻我站得更高，看得更远，内心只剩平静。曾经让我愤怒的人，早已无法在我心中掀起波澜。我淡淡开口，告知一切都已过去，让他们起身。他们抬起头，见我平静，松了口气，却更觉惭愧。辈分较高的七爷爷上前，捧着礼品，为当初的糊涂致歉。他直言不求原谅，只求内心安稳，了却愧疚。他厚着脸皮询问服务区是否缺人，想谋求一份工作。他们坦言能做体力活，工钱不计较，只求一条活路，这才是他们此行的真实目的。道歉是真，求活也是真。他们眼红我的生意，后悔当初，想来分一杯羹。我看着一张张渴望的脸，沉默片刻，最终摇了摇头。我直言拒绝，告知服务区人员充足，无需额外人手。他们眼中的光芒瞬间暗淡，满是失望与落寞。我强调，这里是做生意的地方，并非慈善救济堂。我的员工经精挑细选，有技能，能创造价值，按劳复酬。我坦言，若招他们，是因乡情还是同情，难以界定。薪资给高，
对不起专业员工，给低，他们又会心生不满。我明确表示，这个人情口子绝对不能满。我明确表示，这个人情口子绝对不能开。我的话直白不近人情，却句句在理，他们无法反驳。我话锋一转，告知他们，想活路不必依附于我。我指出，高速改变了这片土地，何家村遍地是机遇，他们有钱有地，完全可以自主创业，成为我的供应商。我每日消耗大量食材，他们可建大棚，办养殖场专供。我承诺，只要品质过关，价格公道，便全部收购。我直言，自主创业远比给我打工挣得更多、更长久。我的话如闪电，劈开他们混沌的思想，点醒众人。他们恍然大悟，只顾着打工，从未想过自主供货。他们眼睛重新亮起，兴奋交头接耳，规划未来的方向。就在此时，一个憔悴落魄的身影出现在人群后方。来人是王婶的丈夫，比之前苍老10几岁，头发花白。他两手空空，满脸卑微与绝望，缓步走到我面前。他犹豫许久，最终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声泪俱下。他哀求我借钱，称王婶拒许久，最终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声泪俱下。他哀求我借钱，称王婶中风后康复吃药开销巨大，他儿子欠债，家中拆迁款早已消耗一空，走投无路。他恳求我看在救邻情分上，拉他们一家一把。现场瞬间安静，所有人都注视着这戏剧性的一幕。曾经最瞧不起我、散播谣言的家庭，如今落得如此下场。我看着跪地的他，眼神冰冷，没有丝毫怜悯之意。我没有搀扶，直言绝不会借钱给他们，态度坚定。我解释，就和老三儿子是道义，是人命关天的大事，而他们家的困境是自作自受，是自己选择的结果。王婶恶毒，儿子好赌，把家做垮，理应承担后果。我强调，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相应代价。我不是救世主，更不会填补他们自作自受的窟窿。说完，我转身进屋，紧紧关上房门，隔绝所有哀求。我清楚，这番举动会被指责冷血无情，可这是我的原则。我恩怨分明，有恩必报，有仇不必报，但绝不姑息。袖手旁观，看他们自姑息；袖手旁观，看他们自食恶果，便是我最大的慈悲。门外，王婶的丈夫瘫坐地上，放声大哭，绝望至极。其余村民看着他，再看紧闭的大门，满是同情与敬畏。他们终于彻底明白，我早已不是任人拿捏的年轻人，我是亮出獠牙的雄狮，顺我者有机会，逆我者必被碾碎。这个不平静的春节很快便过去，一切重回正轨。王婶家的下场与我的话，击碎了拆迁户最后的侥幸。他们清楚，想从我这里占便宜，早已绝无可能。唯一的出路，便是我指明的方向，成为我的供应商。正月初8，服务区正式重新开业，迎接新一年的忙碌。几乎同步，何家村废墟上，蔬菜大棚快速搭建起来。何老三与戚爷爷牵头，凑钱贷款，风风火火开启创业。他们聘请技术员，引进优质种子与基苗，规范养殖种植。起初，大部分村民仍在观望，不敢轻易投入资金，直到第一批蔬菜与土鸡被我高价全部收购，他们当场投入资金。直到第一批蔬菜与土鸡被我高价全部收购，他们当场拿到现金，实实在在的收益让所有人疯狂。观望的村民坐不住，纷纷拿出拆迁款加入创业队伍。一时间，蔬菜大棚、养殖场在何家村遍地开花。曾经的村长王琦也厚着脸皮加入，负责协调管理。我信守承诺，只要产品品质达标，便全部收购不拖欠。我的服务区成为终端，拉动整个家村的经济复苏。我牵头成立农产品合作社，统一收购、结算、把控品质。昔日内斗涣散的村民，在利益驱动下变得空前团结。他们不再喊我小名，而是毕恭毕敬称呼我和老板。他们眼神满是感激与敬畏，清楚是我拉他们出绝境，我让他们摆脱坐吃山空的困境，拥有稳定的收入来源。服务站蒸蒸日上时，某天正午，一辆印着奥氏物流 logo 的商务车碾过尘土，车停在服务区门口。西装高管径直朝我办公室走来，他推开门，语气傲慢，开口便是合作2字，要么低价出让地块并入连锁体系，要么等着被碾压。高管扬手甩出图纸，隔壁500米将建智慧服务区，自动售货机、预制菜餐厅、胶囊旅馆一应俱全。他说资本能瞬间掐断客流，我撑不过3个月。我指尖敲着桌面，平静送客，只说拭目以待。消息半天传遍周家村，恐慌像野火般蔓延。周老三蹲在大棚边，抽的烟卷一根接一根。戚爷爷拄着拐杖找上门，声音都在发颤。他们怕巨头一来，大棚蔬菜彻底没了销路。有人私下嘀咕，不如趁早毁约，抱上大腿。傍晚，核心团队聚在会议室，人人面色凝重。刘师傅捏着围裙，问我要不要先降菜价自保。2名服务员小声说，怕哪天就丢了工作。我没急着反驳，转身投影出2份财报，一份是我们的客流复购率远超行业均值，一份是连锁服务区的差评，多是冰冷无人情。我指着数据说，他们赢在规模，我们赢在心。众人沉默片刻，眼底焦虑渐渐化作坚定。次日一早，我召开村民大会，稳住躁动人心。我告诉大家，乡土烟火是资本抄不走的底牌，只要守住品质与人心，再大的巨头也撼不动。周老三攥紧拳头，当场表态，大棚只供我们。戚爷爷敲着拐杖，喊出全村一致对外的口号。人心稳住，
我立刻启动周家村 2.0 升级计划，3层精品酒店扩建，打造专属司机之家康养中心。我请来村里老中医设理疗室，缓解司机劳损，免费热水澡、洗衣房、简易休息室全部开放，餐厅全面升级，透明厨房开启全天候直播，乘客在车上就能看清每一道菜的制作过程。我联系网红主播，直播1碗面的完整诞生，现炒铁锅，新鲜食材，瞬间戳中网友好感。我又推出盲盒午餐，附赠村民手写祝福卡片，一句平安顺遂，一路顺风，暖了无数过路人。短视频平台刷屏，周家村服务区成网红打卡点，大家都说这里有高速上最难得的人间烟火。对，周家村服务区成网红打卡点，大家都说这里有高速上最难得的人间烟火。对面巨头的智慧服务区同步开业，场面冷清，司机们宁愿排队，也不愿吃冷冰冰的预制菜。胶囊旅馆无人问津，大家更爱踏实的人间温暖。智慧设备再先进，抵不过一句热乎的问候。巨头高管站在空旷场地，脸色铁青却无计可施。他们想扩建配套，却发现周边土地全在合作社手中。村民们咬死不租、不售、不合作，寸土不让。挖掘机进场半月，连足够的施工地都拿不下，供应链断层，客流稀少，巨头进退两难。3个月后，对方高层再次登门，姿态放得极低，他们不再提收购，只求成为我们的供应链一环。我点头应允，却牢牢掌握定价权与品质标准。这场商战，我以乡土为盾，以人心为矛，大获全胜。深秋，我牵头成立豫南高速商业联盟，周边数十家服务区、农户、商户全部加入。我制定规则，统一品质，统一采购，统一引流。曾经的服务区小老板蜕变为区域规则制定者。站在新建的乡村 CBD 楼顶，我望向蜿蜒高速，车流如织，灯光连成一条奔向远方的星河。父母站在我身旁，满脸骄傲，再无半分担忧。刘师傅带着厨师团队研发新菜，香气飘满楼层，员工们各司其职，脸上是安稳踏实的笑容。周家村的大棚连片成海，养殖场积压成群，曾经坐吃山空的拆迁户成了忙碌的新农人。又过1年，我的商业版图早已超越小小的服务区。我用盈利买下周边大片土地，扩展商业规模。我建起3层精品酒店，30余间客房满足住宿需求。我承包施工队，承接高速沿线服务区的建设与改造。我的名字在豫南运输与建筑行业已然小有名气，而何家村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蜕变，焕然一新。连片大棚在阳光下闪光，现代化养殖场生机勃勃。村民们从游手好闲的拆迁户变成忙碌充实的新农人，家家户户盖起小楼，购置汽车，变成忙碌充实的新农人，家家户户盖起小楼，购置汽车，收入稳定远超从前。以我服务区为核心，集餐饮、住宿、种养、物流于一体的乡村经济圈悄然成型。这天是服务区开业2周年的纪念日，意义非凡。父母从南方旅游归来，精神矍铄，满面红光。我驾驶新买的奥迪6，载着父母在周家村兜风，看着欣欣向荣的景象，我娘忍不住发出阵阵感慨。她没想到，曾经被嫌弃的破地，如今成了金窝。我爹笑着回应：这不是命，而是长远的眼光与决断。他看向开车的我，眼神里满是藏不住的骄傲与自豪。车子最终停在服务区门口，员工与村民代表齐聚于此。刘师傅代表员工送上红包，祝福我生意愈发红火。周老三代表村民送上写有高瞻远瞩，带领致富的锦旗。我站在人群中央，看着亲手建立的商业帝国豪情万丈，看着因我改变命运的人们，心中满是成就感与使命感。3年前，一道红线将我彻底排除在世界之外。3年后，我用双手打造出一个完全属于我的新世界。开业2周年的庆典刚落下帷幕，夜色便温柔笼罩了整片服务区。霓虹招牌在高速旁亮起，车流依旧不息，灯光连成流动的星河，映着我亲手建起的这片天地。员工们收拾着庆典的余温，父母坐在大堂沙发上，和刘师傅、周老三笑着唠家常，言语间全是踏实与安稳。我站在楼顶露台，晚风拂过，带着饭菜香与泥土气，心里一片澄明。手机忽然震动，是高速管理局发来的通知，我牵头的豫南高速商业联盟被评为年度乡村振兴示范项目，下周将在省台专题报道。消息传来，楼下瞬间爆发出欢呼，父母眼眶泛红，紧紧握住我的手。我望着远处连绵的大棚与崭新的村落，想起3年前那个被全村嘲笑的夜晚。那时我攥着40万积蓄，赌一个无人相信的未来。如今我手握联盟规则，带着一村子人走上长久致富的路。拆迁款是一时的繁华，而眼光与底气才是扎进土里的根。次日清晨，第一缕阳光洒在停车场上，我站在门口，看着货车依次驶入，司机们笑着打招呼，喊我和老板，语气里全是信任。父母递来刚熬好的粥，热气氤氲，暖透心口。我知道这条高速还在向前延伸，我的征途也远未结束。从一间老宅到一片商业圈，从被排挤的边缘人到区域领航者，我靠的从不是运气，而是不被嘲讽动摇的决心，不被短视困住的格局。风掠过耳畔，带着未来的回响。我转身走进大堂，阳光铺满地面，前路坦荡，万事可期。